丸太哇哇大哭，请求乌鸦教授他战斗的方式。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人，所以别人越狱不带他。小白也觉得他弱，小白保护了他，他却不领情，还打跑了人家，被最好的朋友打了。小白觉得很委屈，于是躲起来和仿生鸟胡吃海塞。明明没有痛觉，却仍旧觉得伤口很疼。他不明白丸太为什么会讨厌他，就连他最爱吃的饼干吃起来都不香了。仿生鸟觉得小白完全不用感到伤心，他救了丸太，对方却不领情。弱小的人都很狡猾，不负责任，把错误怪在别人的身上，让别人替自己受伤。小白就这样重视这种弱小的伙伴吗？小白大喊才不是，气势汹汹地跑出去，说要揍丸太一顿。仿生鸟这才发现小白吃的是酒心巧克力，好家伙，直接吃醉了。在审问过叛徒6路之后，自由之所的成员放弃营救旨，准备继续他们的越狱计划。现在人数严重不足，只能靠着游击战的方式各自寻找路线。只要遇上守墓者，就只能自求多福。为了不让丸太再卷入到危险中，堂子给他错误的时间，伙伴们分头寻找出路，而堂子则是穿上了守卫的装备，准备单枪匹马去救治。之前只曾给他看过自己孩子的照片，正因为这个孩子，他才能在这个残酷的地方撑到现在。然而只有堂子知道，只给他的怀表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丸太和乌鸦的训练很不顺利，如果是实战，他已经死了12次了。准备时间太长，子弹太弱，弹道太容易被看穿，最关键的还是速度太慢，完全没有使出超音速的速度。他必须要把血液当做自己的手脚。乌鸦让丸太拿出所有糖果，然后一脚剁碎，只留下一个掉在自己身后。丸太必须要突破他的防守，同时打下糖果。如果他的弹药没有乌鸦的虚空一闪快，那就只有死的份了。就在丸太努力练习的时候，仿生鸟突然走过来打断了他们，问丸太有没有看到小白。而仿生鸟居然能非常轻松地控制住乌鸦，因为他可是被誉为最强囚犯的战斗狂。不过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据他自己说是死了一次。仿生鸟舔了一口乌鸦的血后，又盯上了丸太，好在乌鸦拦下了他。在和丸太友好的握完手之后，仿生鸟就离开了。堂子靠着一身装备，有惊无险地混入了守墓者的基地。然而还没等他行动，醉酒的小白突然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，嚷嚷着走错地方了。和尚听到动静出来查看，堂子想要趁机带走小白，却没想到和尚突然发难，一脚踹下他的头盔。堂子的身份彻底暴露，丸太的训练非常不顺利，不管他再怎么努力，都无法越过乌鸦击中糖果。见时间差不多了，乌鸦叫停了训练，让丸太放弃。以他的实力，就算参加了越狱，也一定是死。丸太不甘心的想要再试一次，但失血过多让他凝聚的子弹很小，但就是这么一颗小小的子弹，居然就这样超越了音速，直直的穿透糖果，砸碎了一整面玻璃。乌鸦都惊呆了，丸太也似乎发现了什么诀窍。而就在此时，监狱的电视突然打开，和尚居然在现场直播堂子和小白受辱全过程，他会将这2个人折磨致死，看看他的同伴到底会不会来救人。目睹堂子受辱的伙伴们虽然心痛不已，但却没有一个返回营救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逃出这里，将这里的罪恶公之于众。但丸太可忍不了，就算不救堂子，他也得去救小白。然而刚跑到半路，就被一群守卫团团围住，准备送他上西天。突然守卫们一顿，紧接着浑身飙血，螺旋升天。水明月救下了丸太，并给他指了路，就当是报答惩罚游戏的人情。他不是死囚，而且还有一个哥哥，所以不会冒险参与。做到这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即使这样，丸太也表示自己一定会救水明月出去。其他人在拼命寻找出路离开监狱的同时，丸太终于赶到了守墓者的基地，运用刚学会的血弹技巧，丸太成功击退了周围的部分守卫，但自己也因为失血过多而站立不稳。小白急忙挣脱束缚跑向丸太，却没想到突然横向飞来一把砍刀，小白的双腿被砸断，狠狠撞在了墙上，守护者火花也到了。丸太跌跌撞撞地奔向小白，和尚弹奏起了电吉他，他身后的大门打开，而坐在里面的人居然就是纸大喊着让堂子别过来。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把什么都没有的怀表扔在地上，他的孩子早就在他老婆肚子里的时候就被和尚抛开死了，甚至还被玉木做成了标本。他之后发狂杀了很多人，但自己却把这件事忘了，一直生活在孩子还活着的幻觉里。现在他清醒了，纸的眼神如同野兽一样的狰狞，他憎恨所有活着的人，只一声大吼，许许多多的血球漂浮在空中，他泪流满面的跪倒在地，一声声巨响传来，血球如同炸弹一样接连炸开。和尚弹奏着电吉他，对自己的杰作表示无比的满意，纸宛如修罗一样从门里走出，疯狂屠杀着目所能及的所有人。被压在废墟下的堂子自责不已，是他没能保护好纸。对于纸敌我不分的屠杀行为，火花都看不下去了，但是和尚却一脸的兴奋。眼见纸步步逼近动弹不得的小白，丸太挺身拦在了小白面前，承受着纸发狂的殴打。他不明白温柔的纸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的朋友全都被杀害了，他也恨得要死。但是说没有闲工夫去复仇的人，不就是纸吗？但那也得是在抱有希望的情况下说出的话。纸唯一的希望不见了，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和复仇。丸太知道自己没办法体会纸的痛苦，但他深知那些失去之人不会复生的寂寞和遗憾。而且纸的周围不是还有很多希望吗？就在这时，纸突然听到了一阵铃声，那是戴在堂子脖子上的铃铛。
别忘了他的伙伴们还在战斗着。丸太坚定地站起身，即使弱小，即使这里再怎么疯狂的无所谓，他要保护小白，保护他最重要的朋友。小白看着丸太并不高大的身躯牢牢护在自己的面前，当场感动地哭了出来。丸太的身后浮现出了伙伴们的身影，在嘴炮和铃铛声中，纸总算恢复了理智，但丸太却在这时突然全身麻痹地倒下了，不是因为贫血，而是因为他忘了吃糖，马上就要被毒死了。堂子冲上来给了纸一巴掌，让他清醒一点，然后给了他爱的抱抱。然而就在堂子准备转身离开的瞬间，一把尖刀贯穿了他的胸口，堂子流着血倒在了地上。丸太对罪魁祸首和尚深恶痛绝，毫不犹豫地凝聚出血弹砸向和尚，威力之大，直接击碎了和尚的骷髅，将其震退数米。不顾自身安危，丸太再次瞄准和尚轰出一发，恐怖的气浪掀翻了周围所有人。而徒手接了丸太这一击的和尚居然毫发无伤。堂子在此时清醒了过来，觉得和尚那一击故意没中要害，他的目的是让纸亲手杀了堂子，这才是最好的救赎。但纸却并没有照做，他不是憎恨一切，把杀人当作救赎的修罗，死亡永远不会是赎罪，自由和伙伴才是他的救赎。纸终于恢复了正常，然而还没等堂子和丸太高兴，和尚突然将吉他转换为机枪，一枪轰穿了纸的腹部。纸如果不再是疯狂的修罗，那就只能被他救赎了。紧接着，和尚开始疯狂地屠杀周围的守卫。在寺庙长大的他，曾经也是个生性善良的好孩子，因为长相秀气，经常被师兄们施暴，但他并不怨恨，而是可怜他们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既弱小又愚蠢，他向师父请教拯救苍生的方法。通过顿悟就能逃避人间的生老病死吗？佛祖为什么不知死为何物，就定义了死的痛苦呢？在那之后，就发现了赤之穴事件，救出的野猫被石头砸死的那一刻，他顿悟了。他用剪刀将师兄们分尸挂在了墙上，他终于明白何为拯救苍生了，那就是死，死才是真正的救赎。他砍下了所有想逃走的死囚脑袋挂在佛像上，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被和尚打伤逃走的火花在路上遇到了仿生鸟，被对方用乌鸦的绝招虚空一闪杀死。和尚将枪口对准了毒液流遍全身的丸太，在他自己得到救赎之前，他要一直救赎下去，他要杀死这里的所有人，然后拯救苍生。而就在此时，小白被砸断的腿飞速复原，挡在丸太面前露出了狂笑，他的第二人格原罪觉醒了。当然这一幕丸太并没有看见，他的胸口结晶发出耀眼的红光，丸太一把推开小白，这次就由他来当王牌超人。他的身上蔓延出了和小白一样的红色斑纹，一发堪比核弹的恐怖炸弹从他的手心击射而出。和尚想要躲开，却被纸死死拽住。和尚露出了一抹释然的笑，原来纸才是他的救赎。这阵恐怖的威力炸弹轰碎了房顶，小白晕了过去。纸将自己的糖果给了丸太之后，也迎来了自己的死亡。堂子大哭了一场之后，和剩下的2个伙伴逃离了死囚乐园。丸太并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等小白醒来之后，诚恳地和他道歉。至于摩天轮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去做的。丸太和英健回到了看守长的辖区的监狱。最后，小白在天台唱起了一开始的恐怖童谣，和红衣人杀死丸太同学时唱的是同一首。